大家好，这里是元某人。恭喜 BLG 和 IG 在13号分别战胜了 NIP 和京东。我原本计划是周二这天的比赛，哪场更精彩就聊哪个。但看完吧，感觉都有值得复盘的地方。IG 打京东虽然过程平淡，但对于前段时间跌跌撞撞的 IG 来讲，能够稳健的打好自己的游戏内容，完成对京东的2局横扫，把对抗隐藏在运营里啊，这是我们期待这个班底该打出来的游戏内容。当然我还是泼点冷水，那就是京东最近的状态确实一般，但即便是状态一般的京东，他们的运营底子依旧是不错的，能够慢炖京东拿 IG 这场，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聊聊他们的运营和战术。而 BLG 与 NIP 的 BO3 其实结果大火并不意外，但山鸡换了 Solo Q 后 ，NIP 的竞争力其实是在上升的，而 NIP 和 BLG 又都是喜欢滚节奏打架的队伍。第一把甚至爆发了50多个人头，所以这2队的对攻博弈还是挺精彩的。我就分别复盘2个 BO3 里的第1局，同时呢，我会把重心放在败方视角，也就是京东和 NIP 上，这样会更直观的去看出输的点在哪，同时胜方哪里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只选第1局？因为全局 BP 下，第1局的阵容一定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BP， 玩的大概率是自己熟悉的体系。这种情况下，低级失误也会少一些。就第1把这种全选 BP 下，你的发挥都不太行的话，那要么是状态问题，要么就是水平问题了。那我们先从偏运营的 IG 打京东开始，那偏运动的 BLG 打 NIP 我们放在后面。第1把的 IG 和京东，我们浅聊下 BP， 因为现在全局 BP 会出现不少以抢代办的情况，哪怕不符合这局的阵容，但为了 BO3 也会硬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聊 BP 不能只看1局。那大伙现在看比赛，我推荐大家重点看后2手的 BP 博弈，因为前3手大概率是比较死板的，而后2手才是博弈的精髓。当然 IG 打京东的第1把 BP 做的很清爽，很简单，都是前3手亮了上中野，然后德帅他先亮了掘墓，阿乐呢点了个武器来应对边线压力，都很常规嘛。而2轮虽然双方都在办下路，但很明显第1把他办不完。可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IG 他有小设计了，他们是按掉了艾希。首先佩子的艾希算是他玩过的 AD 里优先级很靠后的选择了。第2赛段到现在一共也就玩了1场，在仅维鲁斯和 Nico 被办的情况下，直接办艾希，可见 IG 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这点游戏中大家也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有备而来的。因为是第1局，下路组几乎是限制不完的。这里如果佩子是女枪，那 IG 就 EZ； 如果佩子拿 EZ，IG 也可以进或者女枪。哪怕是京东他们选择出卡列，IG 也会有 EZ 加卡尔玛，那2队也不烧脑。那 IG 这边缺个开团，虽然京东按掉了牛头和泰坦，但还是依旧能很舒服的日女加 EZ。而京东呢，拿完女枪配上经典的瑞尔，那这个组合打 EZ 女坦就比较看发挥了。那为什么办艾希？我们从具体的对局策略看出他们的想法。Scott 是拿沙皇打岩圈，那京东前期的策略自然是得防守为主啊。节奏点呢，在6级以后，潘森有大招才开始可以做进攻。而京东这边1级也不如 IG， 所以第1轮一定是做好防守。我们看出门 ，IG 这边呢 ，Gala 直接去插打线眼，准备抢线，而 Mako 更是扫描出门，排掉了 Scott 的第1个河道防守眼，这样给中下压力，自然是准备动手下野区。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办艾希，因为艾希2级以后的鹰击长空会帮潘森知道 IG 的开野动线，而 IG 的前期布置又都是为了野区入侵做的准备。其实熏奶已经是闻到一些味道的，尤其 Rookie 的岩圈1分13秒来 F6 插眼的这个动作，但他也没办法，潘森毕竟是一个速6英雄 ，F6 开是打野最稳最快的刷法，所以他只能让 Missing 去下河道的这个口子点眼防守，防一波可能的节3级抓中，也顺便守一下野区入口，加上佩子一开始点的这个3角草眼，那京东的第1轮视野防守其实没有什么纰漏，只是这样呢，中下肯定得采取放线策略了。虽然没线，但能够防3狼的红开3级变奏，扛过劣势期不给奈亚菲利抓也够了呀。而野区潘森3级不需奈亚费力，加上视野很早就抓到了 IG 进野区的动向，所以京东即便放线 Missing 也能第一时间来协防。3狼的 Q 程肯定没有潘森的 Q 程厉害，所以熏也不出意外的收下了蓝。到这里节节和 IG 的前期战术布置已经有点被防住了，中下线权应该带来的断潘森发育节奏的这么一个前期设计已经宣告失败，而节节的发育节奏反而会有点不舒服，他得回上半区刷，但节节的临场判断把局势拉了回来，他没有回上半区，因为他一旦回去 IG 下路就不能再推线了。虽然节节可以去上路找节奏，缓解德帅加吃上河蟹，但玩打野都知道，这样的野区开局，潘森反而会领先不少。所以节节呢剑走偏锋，靠着这个视野提供的信息，绕野区偷了熏的3狼，这个决策非常关键。好说歹说，我也反了一组，加上上中 IG 又有线，这样反而熏不能继续在下半区待了。他没野怪刷呀，他又没有线权帮他争河蟹，所以熏看到3狼的第一时间也反应了过来，认亏了。OK， 那我去有线权的上半区，而野区碰撞结果的最大价值在于
于优势的下路线知道你打野不在了，那我就能继续肆无忌惮的压线，我打野在河道呢，你又还不了手。而这个时刻佩子犯了致命的失误。其实正常来说，瑞尔并不怕日女强开自家 AD， 因为瑞尔可以用 W 来打断日女的 E 嘛，只要自家 AD 不被日女 Q 中，其实换血日女是没那么舒服的，所以日女呢不能无脑先手。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瑞尔此时是刚刚上马的状态，这说明之前就已经教过轰落来换血了。那这种情况下，女枪是没人能保的，但他偏偏又给了女坦一个能易到的身位，这里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打起来的，哪怕换血他都不能接受，因为你打野不在啊。这也说明京东的线野协同啊，在沟通上存在问题。辅助他缺技能，打野他又没位置，而 Miko 也很好的抓住了佩子的失误，第一波女枪没死，但也和死了差不多。杰杰呢闻到味道，放弃上野区来下起节奏。但此刻我们定格一下，我们可以注意到京东上路它是有限的，阿乐已经推线定塔了。如果是之前的诺克萨斯版本，那么此时京东下路可以选择和阿乐同步回家，然后用上路的 TP 来止损换线，这样换京东甚至可能更赚，因为武器可以吃更多的线，而下路虽然亏了点刀，但第一轮朝中团他们一样能赶上，反正第一轮朝中团大伙都溜不了嘛，所以并不会影响到团队节奏。而且大家别忘了，潘森是去上野区做交换的，狗子一旦名牌路下路拖的时间越久，野区亏更多。所以如果在之前版本，京东他只要上路有线权，他做好换线的这个动作，那么 IG 这种前期进攻反而会亏自己的节奏。这也是为什么诺克萨斯版本两条边线都需要拿强线权英雄的原因，单线优势它没用，会被换线化解掉。但现在灵魂莲花版本不一样了，假如此刻京东下路选择亏线去上，武器交替来下，可由于潮虫已经改成8分钟刷新，过早换线其实没意义，反而京东会白亏掉第一条龙的主动权。所以这个版本 IG 打的这种战术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后续也是经典越塔，即便京东这波把 Miko 换了，从节奏角度也是血亏。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懂得观众疑惑，假如京东下路他完成的是1换2，那怎么会亏呢？勋不是在上半区疯狂反野吗？换人头的话最多是小亏，那怎么能算血亏呢？核心它不是经济，而是分线的主动权，京东彻底没了。由于京东它是先 TP 先换线的，所以京东的换线已经是名牌，而 IG 则是上下边线都推线进塔，德晒更是能省下 TP。所以如果 IG 愿意，他们完全可以选择让德晒去下路和武器继续对，让优势的下路组上去继续压制。当然为了保第一条龙，所以 IG 没有换线，而是把强势的下路组继续放到下路，但选择的权利它是在 IG 手里的，而 IG 的判断选择也很完美。我为啥在赛事周报一直和大伙说IG 这个队伍运营不差的，它只是有时候小失误太多了，但在大方向上其实真可以。这里线一换，等级高的掘墓完全不怕京东的越塔，可以塔下安心农兵，而下路呢又能帮助队伍控龙，看着就很舒服呀。而且杰杰呢也能靠着下路线权继续做野区的交换，这样就做到了控资源加发育不落下。在京东的视角，武器成功扛住了 IG 的3人越塔。咱从上帝视角来说啊，这塔越的确实有点强行，但实际上 IG 这种越塔风险是很低的，属于试探性进攻，就看你阿乐犯不犯病嘛。你犯了我就杀你，你不犯那就压状态。为什么风险低？因为6分钟时，京东下路想推完线回家换回来，守龙的同时呢，让武器有一个更好的发育。但德晒利用他先6的强势，加上对京东下路行为的预判，他打断了这次回城，逼得京东下路继续推线，错过了回城的回合。而这个信息 IG 又沟通到了，他们明确知道小龙京东他争不了了，于是才出现了后续越武器塔的这次进攻，能杀最好，不能也打点变数。而没 TP 的武器一旦下状态，后续呢又会有更多的变量。京东反应不慢啊，龙我不要，那我也半区得拿回点东西。所以勋在上路被打断回城的瞬间，就直接转头去了 IG 的上半区，经典 PH 战术嘛，放龙拿经济。岩雀因为前一波已经动过了，后面是防守回合，上路这波他肯定帮不了，4包1德晒也不挣扎，但 Missing 这里操作应该也失误了，理论上他应该 Q 起手，然后 W 出塔，4个人越塔伤害是绝对够的，但不知道他 W 什么时候交了。总之就是京东的这波越塔越得很粗糙，最终给德晒完成了个1换1，而且人头还不是沙皇或者女枪的，那这轮交换京东又亏了呀，而武器掉了状态又没有回城时间，这样复活的掘墓对上没补给状态不满的武器，他也没有什么压力，而掘墓他转去下路又手握 TP， 在沙皇没有大招的情况下，京东连后续的潮种团也接不了了。到这里第一轮资源交锋 IG 全部占据上风，虽然8分40秒这里嘎啦凶配子不成反掉了闪，但这种尝试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因为 IG 的视野已经抓到过了打野和辅助的位置，他们这里知道中路他是2打1，我尝试逼一下技能可以理解，而且 Miko 呢没有硬去打断女枪大招也是对的，因为一旦 E 过去位置过深，潘森可能就要起跳了，这样反而会给节奏，所以嘎啦给闪就给闪了。这种操作上的交手有亏有赚才
还是正常的，就是佩子应对的比较好嘛。但 Miko 后面的动作是我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了。优势是 IG 会稍微有点不小心 ，Missing 呢这里趁着 IG 回家的回合想抢一轮视野，这很 OK。但他这里点了2个深入的眼，其实已经够了，应该马上就考虑要走了的。毕竟自家双 C 都在受限，没打野援护，他也不是开着扫描进河道的。那 Missing 能做到这2个眼，他应该就知足了。但他做完还想排这个针眼，那其实就跟白送没区别了。这波确实是大失误啊。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后续，此时双 C 都要回去吃线，打野也回去吃野，可 Miko 的选择却是独自去京东野区排眼，这个动作其实没必要，主要是没有资源，然后队友也不在，这里得亏是京东的联动不够紧密，在 Miko 排针眼的时候，佩子并没有靠着打算，而是去点了河道眼，不然这波包夹 Miko 很有可能会掉闪，因为这个时间点杰排蓝 buff 眼的信息京东是知道的，而双 C 他也在接线嘛，那女坦的位置其实就很危险啊，就属于没有必要，现在是防守回合又没有资源，是那种收益和风险不成正比的行为。这时 Miko 其实应该赶紧把等级追到6级，你去上路点个眼保护下岩雀，然后回中路吃经验就行了。日女6级后对女枪的威胁就很大了，哪怕就用大招换她进化打 CD 叉，那都是 IG 赚的。当然游戏到这里，京东的局势已经不容乐观了。此时你不可能靠着沙皇打嘛，他没伤害，所以最好的局面一定是沙皇在上路农兵，让京东上野来带队打4v4。毕竟上野他是战士，一件套时期是很能打的。这个版本我也跟大家讲过嘛，一旦你全局落后，你伤害是不够的，所以京东不选择放龙拖下去，也是个正确的抉择。拖下去你就靠一个发育搜索的沙皇也不可能够嘛，所以得打，得吃人头把劣势补回来。但京东呢，他又不太好打。这个时间点女枪应该已经赢血了，但由于第一波的伏笔，佩子才刚刚掏出暴风大剑，这里比较骚的还是佩子手头钱不够，甚至还卖了这把长剑。而同时期 EZ 已经3项了，所以理性来讲，第2条龙京东并不好硬接。可这时就看出 IG 这个队伍的与众不同了，他们很善于制造一些非常规变量，武器呢用血量换了镀层，提前掏出了3项，但这样掘木就有了推线进塔完美回城的机会，而岩雀提前转线来下路控龙。而我们注意到掘木他一开始是没想交 TP 的，本应该和岩雀同步回城的沙皇却选择多推了一波线，这样本来走路能赶得上上路线的掘木想不亏兵就得交 TP， 可沙皇多推一波的选择让他没法说回到塔下或者草里回城，而他原地回城的动作又被 IG 视野捕捉到了。而掘木做了很果断的判断，他选择不是说 TP 补线，而是再次用 TP 打断沙皇的回城，这算是德赛很风格化的习惯吧。就是德赛啊，他去不了正面的时候，他其实会尝试一些非常规的方式去缓解队友的压力，只是有时候这个度把握的不太好，他会给一些机会，但只从这波处理来讲，处理的很好。沙皇他是急着回家补装备的，他被断了就自然没法省 TP 出来了，而掘木推完线后也是直接往河道走，这样给京东小龙去压力。如果沙皇 TP 去正面，那么 IG 完全可以拉掉，让德赛拆上塔。如果沙皇替塔，正面掘木又可以徒步去护龙，然后打完呢再让岩雀 TP 上来守塔嘛，就优势以后你会发现 IG 对局势的判断是很正确的。那京东看局面这样也选择了放弃啊。第2条龙 IG 也是轻松的收入囊中，而放龙的时间给佩子和勋争取了回城补成装的回合。到这里 IG 它只是赢节奏，还没有到定胜负的程度。这个版本你再运营也需要一波团战胜利来奠定基础的。而补了装备的京东，他们想尝试一波非资源团的打架，打乱 IG 的运营节奏，这个底气和逻辑都没有问题。此时自家上野都一件套了，双战士战斗力很足，阿乐的位置也很不错， IG 呢又没有完全回到线上，这是一个能接受的交战位置。但这波4v4团战最终却是 IG 大获全胜。这波胜负团我认为处理问题最大的不是开团的 Missing 和被秒的勋， Missing 能不能开到岩雀不是他能决定的，得看 Rookie 的反应，那被反应过来了没办法。而潘森的大招他是有独条的，他得等瑞尔开大以后跟，本身落点的选择也 OK， 在女枪肯定会晚到场的情况下，京东需要的是上野战士啊撑到女枪到来。但这波团战京东最可惜的一点我认为是武器的判断其实不够好，他没有和潘森一起往后排走，而是先去摸了野辅的位置，那武器不可能交 Q 啊，毕竟有撒石阵，在不能交位移的情况下，他一开始的走位就很关键了。他选择往 IG 前排走，躲岩雀和 EZ 的第一轮输出，看似无可厚非，但压力就会全部来到潘森身上。EDG 的野辅呢，思路也很清晰，他知道你潘森跳后排，这时肯定要保着打，所以就直接用技能做位移回撤了。而 EDG 的野辅往后拉，武器作为一个10级有3项，京东现在的主力依仗，他不能交 Q， 那就只能 OB 啊。所以我认为武器他脱节了，他一开始就应该直接往后排走，而不是去摸前排，因为岩雀和 EZ 他不算高爆发英雄，而武器在全技能的情况下，你哪怕走位差一点，吃到岩突，他只要大招控制抵消一下，把双抗一加，有反击风暴，他不可能被秒的。何况武器他还有闪现，他应该是去找后排操作的。IG 想要激活掉这个武器，要花费的功夫肯定比杀潘森要大。10级的武器只要稍微能逼一下后排，挡点技能，让潘森 A 个焚天或者交出闪现，这波团战都绝对不会是那么惨烈的0换3。岩雀没闪，面对一个武器往
往脸上走。岩雀自己都会怕武器的一闪 Q 跳脸的，就阿乐的选位判断好一点。我不说京东他能赢这波团，起码潘森有机会离场。前排2个一起吃完 AOE 都肯定会比让潘森独自承受要好，毕竟再拖一下女枪就到了呀。有女枪大招的火力掩护，双战是有机会逆转。但如果只考虑武器自己，他确实我没有操作空间啊。但如果我们以团队整体为利益考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京东他是在劣势中搏机会，既然是搏，就需要有人牺牲。而整个团战看上去很自然，感觉就是京东开了波烂团，然后就烂完了。看似是肌肉操作上的差距，其实还是游戏理解上的差距。Mako 和杰杰对于保护 C 位非常敏感，他们知道我不能乱冲梅霞的辅助，保后排才是赢团的关键。而相比京东，虽然判断说我要冲后排，但没有很坚决的贯彻冲，野辅冲了，但上单没跟，那结果就是被逐哥击破。而且武器一开始能走也不走，就看着让人很难绷得住吧。阿乐在我这游戏智商不够高，就是因为他提供的团战画面太单一了，他基于队友需求做变化的能力很差，他擅长打收割，但不善于打破局。而要成为一个顶级的上单，我认为他为队伍提供的团战画面应该要更多一点。也希望阿乐后面能够再进步一点吧，毕竟我对他有点吹毛求疵，还是因为对他有些期望在的。那第一局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没什么值得复盘的。其实通过前15分钟的交手，我觉得已经能够清楚地感觉出两队在这个 BO3 的表现。IG 有备而来 ，BP 战术、临场操作、协作、沟通，几乎每个部分都小优。虽然有些细碎的意外，但对于整体来说无伤大雅。那2-0的结果也很顺理成章吧。上一轮 IG 碰京东的时候 ，IG 能够拿下 BO3，它有点意外成分在。而这一次京东几乎是被 IG 按着头打了2把，可以说赢得实至名归，也拿到了很宝贵的1分。相比京东这段时间是退步了一些的，双 C 的下滑。辅助不该有的失误，上单的游离，上次输完 IG CP Max 直接回韩国了，就不知道这次输完有没有人破防。说真的，看到连配置的低级失误都多了起来，我感觉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反正我是蓝莲花的话，我现在头应该挺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NIP 这场和标剧的比赛。比起 IG 和京东的锋芒隐藏在运营下，那标剧和 NIP 就是大开大合的干在脸上了。两队都是比较喜欢联动打架的队伍，所以前期运营我们就不多赘述，我们重点还放在团战节奏上。我们继续站在 NIP 视角来看看标剧的游戏风格是怎么回事儿。当然还是跟之前一样嘛，我们就聊第一局。站在团战角度看阵容 ，NIP 它有 NIP 的画面，标剧有标剧的团战画面，但总体来说还是手握格温这个大后期的标剧更厉害一些。但 NIP 的优点是队伍的第一轮集火能力超级强，而且开团手段也更无脑。镜和岩雀虽然手长，但一旦被皇子、安妮、兰博的 combo 砸到，画面会很不舒服。而且标剧自家前排也不够肉，所以就很吃标剧的拉扯。而第一小局标剧是如何从开局小劣用疯狂的进攻节奏打回来的呢？我们画面拉到14分钟，可以看到此时NIP 人头领先，但经济没有拉开很多，而防御塔双方都是持平的。NIP 拿掉上一塔，而标剧则推了下一塔。对于标剧来说，现在最大的隐患在于兰博太肥。作为前排坦度不够的标剧，他们打资源团的常规5-1-5，它不是一个好选择。而我们现在看后续的分线，两队各自拆完1塔，都将线压进彼此的2塔。这里呢 ，Solo Q 接线处理的挺有纪律性的，他不知道岩雀走没走，下半区视野也不多，所以他塔下吃完线就挂机不出去了。本身兰博上波杀格温已经用了大招，加上没有 TP， 所以虽然峡谷马上刷新，但 NIP 还是得拖到兰博的 CD 好来正面才行。这里 NIP 即便有视野优势，也不能开峡谷，更不能主动打。此时 NIP 应该要做的就是防守，可问题在于呢，标剧的开团太过果断了。NIP 本来看到泰坦清视野，想给一下压力没问题，你不可能说全让啊。但 NIP 是装的，兰博不在，皇子不在，就3个人。而 NIP 不清楚标剧后面有谁，所以他们这里是表面摩擦，肯定不想打到底的。可岩雀退完线，他先靠拢了，标剧5个人全在，加上兰博已经路头清线。虽然我不知道你皇子位置，但我算上你，我正面也是5打4，那就可以打。欧恩的反打是绝对出乎 NIP 意料的，安妮第一时间也是想着拉开 ，NIP 没有想到标剧的开团那么果断，泰坦是上来就勾硬。安妮的第一时间判断没问题，他看到标剧人多后，直接用大招先把泰坦给融化了，也给了牛头后撤的机会。只要拉开等人，后面兰博皇子到场就有的打。但 NIP 下路2人组的选择同时出了问题，本身破溃了维鲁斯，这里秒了泰坦，应该想着拉开，但利弗在击杀泰坦后，却下意识的往前去打输出了。虽然他打了一个短 Q， 但岩雀的 AOE 还是蹭到他了，而牛头的闪现也捏得太死了。这里有视野的情况下 ，PP God 应该早点用闪现拉开的，因为冰的格温也已经来到了侧翼的位置，牛头被控，血量下的太快，而 NIP 整体位置又太差本身就不是自己主动开的情况下 ，NIP 的判断有点转不过来了。即便到这里NIP 下路2人
人组的下血已经是不能继续打的程度了。可即便我说牛头给你杀了，跟泰坦去打个1换1，NIP 他也能接受啊。等兰博大招好了，我就打下一轮呗。可阿 K 却选择了进场。阿 K 这个选手啊，真有一种不顾队友死活的脱节感。NIP 不是没有集火能力的队伍，相反，他们往往会为错误的集火付出太多的代价。阿 K 的皇子限制下格温保交后排后撤就行了，但皇子却选择了进场。本应该避战拖的 NIP 被 BLG 突然的反打上头了，皇子这样一进。NIP 团战必须不死不休啊！这里我不知道该夸 Leaf 执行力强，还是该骂他 AD 应该怕死一点。这里他就真的给兵哥硬捡啊，顶着格温也要把北双给收掉。而这里最变态的还是阿 K 啊，他的整波团战决策都是抱着格温不存在来做的，带着安妮的熊就冲啊！本来 EQ 串起2个的时候，马上接大招，把熊和美闪的北双关起来秒了也行，或者说我直接大招岩雀就追着岩雀 A， 用闪现躲岩雀台硬杀后排也行。但皇子却选择了最贪的打法，R右打左，看着很帅，实际上效果很差。阿 K 如果对局势的判断足够正确，那这样的贪心操作其实很帅，但一切的前提就是错的情况下，你就感觉这波团战 NIP 打得很怪了。当然，这种临场操作判断，咱确实不能苛求绝对正确，但 NIP 的整个团战冲突都是被动的，这种突然被开，沟通效率一定会下降。这时，即便队友在说话，也会因为局势混乱而不一定能听进去。所以此刻比的就是本能，或者说，除非对 BLG 的进攻有预警，不然 NIP 是做不到那么果断的放弃的。最后打完一看，3换3 ，NIP 人头数也没亏。但已经进入到 BLG 喜欢的节奏了。别忘了这波团 BLG 是少了中野2个支援大招的，人头进行了交换，那就一定会出现有人早出门，有人晚出门。而这种局面是 BLG 的舞台 ，Leaf 和 PP God 由于上一波先死，所以先出来吃线，这很 OK 啊。但我们看左手，他是先往下路靠，可当欧文的视野坐在这个斜坡上后 ，BLG 马上闻到味道了。就如果说上一次的进攻仅仅是靠着兰博不在打了 NIP 一个措手不及，那么第2拳就是真的很 BLG 式的进攻。NIP 下路2个人失位了，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而 NIP 的上中野从 BLG 有限的视野上，他们能够判断出就是没法支援那么快，但具体在哪不知道。这里即便 Leaf 和 PP God 往回走，从这里进河道，岩雀这样封路加潘森跳 ，Leaf 一样会死，只是说后续支援的团战结果可能有点不同。更何况他俩还是清完线走河道的，更是完美的踩进了 BLG 的包围圈。其实真不能怪 NIP 下路没纪律性，这种人头交换以后的2次进攻真的很难防，也很难去想。Leaf 他也会奇怪，我就是常规推完线去和辅助做眼，我没错啊，是没错，因为 BLG 就是靠这种本能去做判断的，或者是更高级别的预判。他不是说我收到了 NIP 上中野位置的信号，视野我看到人了，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而是靠感觉。你大概率不在，我看地图这种都没有人漏，那你走到这个位置，我直接就干你。如果这都被你反蹲到，那我认了，反正先打起来再说。这种非资源团的乱战，就是 BLG 很喜欢的运营逻辑。我通过人头交换把局面搅浑，你这时候一定会有人受迫失误的，有赌的成分，但很多时候他就是能赌赢。进攻压力足，一定会有失位。我们站在 NIP 的角度，这个距离你也没法说交替必救啊，所以 NIP 下路被抓先死，然后再多送个皇子，然后峡谷一丢，前期交换了那么多的运营节奏，打完一波团全部乱了，然后 Solo Q 的兰博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中路想守塔又不知道要怎么守，然后直接白给个闪现，格温上塔一吃，中路塔峡谷一撞，啪啪啪一套组合拳下来 ，NIP 直接被逆转。其实我们真看两边打资源团，其实 BLG 也会有一些判断失误，一些协同问题，但他们的这种连续进攻真的是很有自己味道，所以他们打的真的很凶。你要真说 BLG 现在每一波团都完美处理，那不可以。像后面这波资源龙团其实都打得挺呲的呀。本来 BLG 用峡谷拉扯 NIP， 然后欧文强开，泰坦换了牛头大招已经赚了，但 NIP 毕竟强开 OE 还是厉害，打节奏的阵容肯定也不能放龙嘛，所以 NIP 硬挤过来接团，然后阿 K 也来了一波很变态的怪绕，把 BLG 的注意力给扯开了，这里就是很纯粹的肌肉环节。那左手的个人判断很屌，他在侧翼追击收掉了皇子，那这种明星球确实 NIP 他也没有办法，但这种就是 BLG 很善于的节奏。第一波打架跟你做人头交换，然后第二波抓机会打乱，然后资源团我靠明星球我不断施压，3波下来 NIP 已经被打懵了，我不是更有主动权的阵容吗？怎么一直打得这么不舒服啊？然后那你就只能强起节奏的环节。NIP 这个阵容其实不差，每一波团战也做到了人头互换，但越打选手的判断力就越顶不住，到最后 NIP 根本就不敢散开了。我们直接把时间拉到最后一波龙魂团，在下路双人组大招击杀欧恩达成人数差后，我们会发现此时 NIP 虽然人数领先，但你很明显你看到他们有点畏手畏脚，就自家上中野全技能的情况下，闪现也全有哦，然后 BLG 岩雀封路名牌在侧翼，这种情况下 NIP 居然会给一个没闪的潘森拼惩戒的机会，这里已经说明 NIP 完全被打懵了，就脑子只有赶紧把龙拿了这么一个诉求，这就是 BLG 式的游戏风格。我不是跟你打合理，而是打得你合理不起来。其实 NIP 想阻止 BLG 跟他们拼惩戒的办法有很多的，就是那个时候脑子卡住了，所以 BLG 这个队伍他们打快打乱
乱战很有一手。大哥心智不坚定的队伍啊，很容易被打出失误。但如果对手有大哥，打这种交换团，队伍亏自己赚，然后我队伍里有主心骨不会乱，那BLG这种连环进攻反而很容易给机会。去年打不过奸计，就是有点攻不破嘛。只能说任何打法都有利有弊，但最起码现在BLG有点找回自己的风格了。那后面会不会因为北川的到来再有什么新变化，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最后再补充一下吧 ，IG 打京东这个 BO3虽然没有复盘了很多，但我觉得前期的那段运营可以说明 IG 这个队伍打动脑子的慢对局，其实真的算可以，只是如何控制变量和失误的问题。就如果这种运营节奏是他们最擅长的赢法，那他们就不应该做太极端的 BP。所以我还是挺期待16号打 NIP 的比赛。NIP 现在的问题啊，就是击杀真的太干燥了，能拿头，但是转换不成连续的进攻节奏。明星球也太依赖 Leaf， 碰到稍微回暖一些的 IG， 能不能延续对 IG 的连胜？那我是挺期待的。而后面 BLG 也是一个很紧张的赛程，整个 BO3看起来虽然进攻犀利了，但失误也依旧不少。就看看后面打强队的赛程表现吧，能不能够继续修缮队伍。而京东则需要更多的灵光一闪了，打得有点太闷了，而且选手的状态真有点太差了。上辅就不说了，感觉最近 Scott 作为队伍大哥也真有点敏，他如果这个状态，那京东的竞争力其实是不够的。当然也不是说只有 Scott 有问题，但不管 Scott 在哪个队，他的表现他都是和队伍息息相关的。总之期待后面4个队伍有进步吧。那本期复盘就先聊到这里，我是袁某人，比较喜欢看我复盘完整的一整局呢，还是觉得这种局部复盘更好？那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意见，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